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好好笑。好吧，可能有2个人。我现在打算去旁边的那个星巴克坐一会。这是上次首发的时候买了一个表带，然后他送了1000块钱的购物券，然后可以在星巴克用。我上次也去了那个星巴克，但人太多坐不下了，我就没有买。现在去看看吧。我妈应该也是感谢那个谷歌爸爸了，好吧？然后最后补了71日元。我发现星巴克也开始做那个叫什么，就是瑞幸了，就是中国咖啡了，好笑。中国的4大发明之一，中国4大发明就是纸墨，还有柔光屏，还有那个橙 C 美式，一共就这4个吧，大概是。然后我买了一个这个，等我测测看血糖怎么样。教书人测糖，用心分享。然后现在餐钱是5.9。对，我们现在就是从6楼到1楼这个 Google Store 了，现在是9点49分。怎么还是一个人都没有？好丢人吧！感觉那三星店门口，好吧，三星店门口也没有人，但对面有个排什么队的人，反正很多人。OK， 家人们现在也是拿到了，好吧？然后迫不及待回家做开箱啊！首先是那个 Pixel Watch 或者是买配件的那个85折的券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它是到底没有呢，还是在店里买就没有了。我下次再下单一个11 Pro 什么的试试看，看看他会不会把那个券送过来。哎呀，我觉得这个元素这一块早起来的话还不错的，就是10点之前。我觉得10点之后就会人很多，我就很讨厌这块地方了。回家，回到小小的新中野区。天啊！我发现刚刚这个俯拍的视角，我根本就是忘拍了，就可能没按下去。我靠，要气死了！就可能只有一个 iPhone 的那个在前面拍的那个机子了。Hello， 大家好久不见。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手机已经拆开了。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本人呢不小心就是不小心开箱的时候忘记按快门，所以现在就已经拆开的状态。然后也诚实告诉大家，然后刚开箱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因为它这个配件啊，还有开箱的过程，其实都是跟第9代开始都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有啥好说的呢？就是首先就是我这一台是第一次买到，越南产的，我自己觉得它这个做工还没有什么特别的什么不好的地方，然后我觉得都挺正常的，包括这个手机壳也是今年也是越南产的，我觉得它这个倒是不一样，就是跟去年的中国产的比起来，它那个核膜线的情况明显是要好了很多的。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关于这次买的版本啊，这次买的版本是Pixel 11 Pro 16加512G 版本。买这个版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是 Pro， 它没有涨价，
本来就比较喜欢 Pro 嘛，所以就买了。它512G 是 Zone 的 UFS， 所以我买了512G 的，然后再加上对12G 内存的 Pixel 9有一点恐惧，有一点 PTSD， 所以我这次最后还是买了就是16加512G 的配置，而且它其实就是内存就是它的这个价格还是加2万日元还是多少来着，就是跟之前256到512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其实好像还行，多了4G 运存，然后还多了一个 Zone 的 UFS 啊，虽然我个人256G 其实都够用，就去年这个 Pixel 10 Pro 就是一直当主力机，256G 现在还剩下70-80G 没用完呢。今年的话是，它这个就是如果你拿 Pixel 9 Pro 换的话，我觉得是很划算的。Pixel 9 Pro 可以折抵87100日元，然后买了以后好像是返25000的积分，所以这代的价格我觉得还是挺便宜的。所以就大家如果去闲鱼买什么那种8-9千块钱的，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必要但是每年都会有人买，我不知道到底是他们人傻钱多呢，还是就是说故意的，就是每年就是在互联网上卖惨，但是其实他根本就没花那么多钱。对，然后就要说，刚刚不是就说到了吗？我去 Google Store 的事情，所以呢 Store 的事情，所以这边呢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日本 Google Store 开业那天的盛况，能算盛况吗？我也不知道。然后如果你不感兴趣的话，可以跳到这个时间点我们就可以继续接着 Pixel 的配件来说。Google Store 的话是开在日本的元素表参道那边，然后就是在跟那个 Galaxy Store 是在一条街上那个地方呢，我自己感觉是挺好的，但是就是很无聊，就是谷歌的选址也在那里，就可能为了求稳吧。至于那个先说店铺本身吧，我觉得店铺本身的话就还是达到了满意的水准的。首先说缺点缺点就是首先是空间太小了，真的很小很小当然了，我准备了2套说辞如果你是谷歌粉丝的话，就是你是那种萌追粉的话，那我就说它是侘寂风格 wabi sabi 的风格我觉得也可以吧。第二点呢，就是外面太寒碜了，那个玻璃就是感觉很廉价，然后那个木头倒是挺好的，然后那个 LED 灯也是不知道在干嘛，反正就是外面看起来很 low 至于里面的话，就是其实还真的挺不错的。接下来就说一下我当天的感受吧。当天我是和一个朋友一起去的，然后那天下大雨，大概排了半小时才进去。然后首发的时候是领到了礼品，我来找一下。礼品呢，第一个就是这个了，托特包。然后这个是印了这个东京表参道的，然后它这个染色做的还蛮好看的，我不知道是不是扎染的，反正就是这个材质还就是跟我之前的那个托特包都不一样，挺神奇的，也有可能是我见识比较短浅，笑死我了。送了一个那个团扇，就是哎呀长这样，就是也不知道拿来干嘛，但是谷歌好像经常送这种东西。今年那个 Google I/O 在上海的那个 Google I/O Connect 我记得也是送了这个。然后呢，就是还有一袋那个贴纸是长这个样子的。然后这个是那个 Gemini 在日本的形象，然后其他呢就是这次开业的一些物料吧。然后这一套这个周边当时是发了1000份吧，在梅卢上面已经炒到7-8千日元了，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就是没有必要的，就是这个东西它也不值那么多价格，很好笑。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么能炒，因为根据我所知，就是谷歌也没有多少这种狂热粉丝。这家店的话，它有一些限定产品，我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我买的是这个不是限定产品这是全球的 Google Store 好吧，也就是日本和美国都有的，就是给 Pixel 11的颜色出的杯子，然后我买的是 K-on 的这个颜色，跟我的手机是一个颜色的。还有2款限定产品，就是日本的限定产品是那个小碟子，日式的小碟子，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架筷子的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是很需要小碟子这个东西，因为我是一个大码男孩我要吃多多的东西，所以我最后还是没有买。但是那个一套我觉得还挺适合买的，
就一套好像是2000多日元4个碟子。还有什么周边？还有一个就是谷歌搜索的文件夹，这个是我买了的，但是我也不知道用它来干嘛。它甚至还有最新的 AI mode。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东西还有那个谷歌的中性笔，说是谷歌的，应该就是 Kako 的，就是我高中用的一个牌子 KACO， 它代工的价格我记得应该是100支起3块钱，然后谷歌就是转身一卖，啪490日元一支现场我当时现场还有很多买，很多人买，我也搞不清为什么，就是那个笔很难用。就日本这边的牌子一般是跟 Uniball 去做一个代工，然后我觉得你 Uniball 那个 One 的话卖490日元联名一下，我觉得也没啥问题。但是你那个 Kako 卖那个价，我就不会下手的，我也不会下手的，也没有什么收藏价值不好意思。然后就是这一款叫做Recrafted by Google Pixel， 然后这两款都是东京限定的，它们主要是一个挂绳或者是装饰品的作用。然后除了这两个之外还有2款，但是我觉得是这个呢，是我觉得怎么说，就是可以适合挂在就是比如说洞洞板上面的，就不是很占地方，然后又比较好看的。然后这个呢是我觉得比较实用的，因为它这个用的是编织回环表带嘛，这个表带它是很贵的，这个表带我记得好像是9900日元，然后它这个回收之后就是卖5500日元，我觉得也可以接受吧。然后它是可以就是当一个什么手绳之类的，我觉得就蛮实用的。这边可以挂个什么东西，但是我也没想好挂什么，对，但是就买了。接下来说一下购物体验吧，就先从买这个东西的时候说起，就是当时的那个 staff 小姐姐她说因为这款它是就是用了什么褪色工艺，所以每个表带颜色都不一样。然后他拿了3盒出来，3盒里面大概有快100条吧，让我挑，最后我挑了这个，我觉得挺好看的，就是有点内敛的，但是又是很骚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很适合我。对，然后当天的话是人还蛮多的，1楼的地方它不是像第一家 Google Store 那样，就是按照生活分区去进行一个分类的，它还是一个去展示产品的逻辑。比较有意思的呢，就是在手机展台那边，它关于那个活动的说明的那个卡片，它每个卡片都是用的不同的那个 material shape 的那个支架做出来的，我觉得很可爱。然后手机它应该是做了跟 Apple Store 一样的那种处理，就是一个可以快速拿下来的一个东西当然也不是每家 Apple Store 都是可以快速拿下来的然后 Pixel Watch 的地方也是完全没有防盗锁，就是如果大家想偷东西的话可以去偷一下，然后就是你完全可以把那个 Pixel Watch 还有 Fitbit Air 什么的就拿下来戴手上，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而且 Google Store 对我来说最大价值其实就是表带这一块，因为之前其实表带是没有办法体验到的，就像大相机这些经销商，它最多出来展示的表带就3到4款，那 Google Pixel 它的表带其实是有15款左右的，我记得应该是加上停产的，然后在 Google Store 里面就是全部都可以用到，而且你是可以自由的插到你自己的手表上使用的所以我觉得大家怎么说，就是你都很值得去一趟。除了1楼之外呢，2楼负1楼和2楼呢就分别是Here to Support 的区域，还有那个Pixel Studio 什么体验的那种区域。那 Pixel Studio 那一块呢，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呢，就是那个用体感来演示什么超级变焦的那个区域，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用 Genie 3可以体验 Genie 3的一个区域，然后你可以用那个 Pixel Fold 去进行一个世界模型的生成，然后你可以控制角色走来走去还有跳什么的。我当时是生成了一个兔子，然后在 Hub 大楼，然后把 Hub 大楼摧毁，然后那个兔子不是很像邦尼斯但是那个大楼真的跟 Hub 的一模一样，也是不知道喂了什么东西进去，然后再说到，然后这个负1楼和2楼各有一个会客区，会客区里面是一些家居，然后这个家居就显然就是 Ivy Rose 的录音癖环节，就是很多很多有品位的家居。当然了，我也不会说什么我以后一定要买这种家居，因为我根本就买不起，买不起不好意思。负1楼的话就是一个Here to Sport 的区域，比如说我今天乌克多利亚都是在那个地方，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去售后
然后它那边会有一些1对1的桌子啊，就这个我觉得是跟 AU Style 的布局很像的，就是跟美国那边的倒不是很像是比较像 AU Style 那种日式的风格，很差劲了。然后负1楼也是有一个会客区，然后跟3楼那边一样，也是用了不同的家具啊什么的堆起来的。负1楼的话，它的墙壁什么的都是就是给你介绍Pixel 11 Pro 颜色的灵感，还有一些材料是怎么形成的，然后谷歌进行了什么样子的探索什么的。然后1楼的话，除了商品就是中心它就是一个岛，然后那个岛也是展览就是最新的产品的一些设计的一些理念什么的。最后就是说付款首先是你可以使用御三家的信用卡，我真的忘记第3家是谁了，反正第3家不是 Amex 就是 JCB， 然后还可以用 PayPay， 还可以用那个 Paydi， 还可以用 Google Store 的那个积分，就是Google Account 里面的那个Store Point， 不是那个 Play Point 然后付钱呢也是可以跟你的那个 Google Store 的那个东西订单绑定的，所以就这一点就是做的还蛮好的。甚至呢他们的那个收银机还有他们自己手上用的工作机全都是 Pixel 11 Pro XL 的黑色版本对，忘记说了，我觉得黑色也蛮好看的，它是磨砂的嘛，但是我又想到反正要配壳好像也无所谓了，对，就不如买一个粉色一点的。那个付款机，那个付款的那个软件甚至还做了那个 live updates 的那个适配，我觉得也是很神奇了，就是你们自己家的那个软件都没有几个适配的。对，还有一个事儿就是 Google Store 的那个购物袋，这个也是蛮好玩的。天啊，谷歌粉丝天天就是对着这种东西天天在那边闹来闹去，好恐怖这个是最大号的那个购物袋，然后就是它每个购物袋最底下它是一张纸，然后这个纸呢是可以就是说你把它叠成什么东西，比如说这个最大号的它是可以叠成一个就是收纳数据线的那个板，大概是这样。然后他们这边虽然这个东西和美国的那个 Google Store 是一样的，但是他们这边还是做那个本地化，我觉得还蛮用心的，毕竟是海外第1家店嘛，就跟大家说一下。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还有一个绿色的袋子，但是我没有拿到，我也不知道怎么拿到你得买刚刚好尺寸的东西才能拿到，所以也是很好笑了。然后这是今天早上拿那个 Pixel 第10代的，然后里面是一个那个就是可以把一个数据线捆起来的一个东西，对。然后它这个袋子反正就做的真的是挺漂亮的。然后这个东西呢是那个是什么来着对，它是一个手机支架，然后上面还有 Google 的那个 logo， 但这个大家看就能看出来没有做什么本地化，没有什么文本之类的。以上呢就是对 Google Store 的一个体验了。我觉得日本开一家这种店还是挺方便的，因为如果没记错的话 Google Store 里面的活动也是经常更替的，没事干就可以去逛一逛呀啥的，挺好的。然后我们现在来说说配件。这次配件呢，我是买了一个新的这个 Stand Ring Pixel Snap Stand Ring， 全称叫这个，然后是这个硅胶壳，还有一个呢是 Bellroy 的这个 Venture Pixel Case。然后手机壳我刚刚到了，现在已经是8点了，就是 Rinker 的，我买的是 Rinker 的。Rinker 是没有 Made for Google 认证的，但是我觉得都没差，就挺好的，就挺好用的。首先就是说一下官方的 Silicon Case 吧，我觉得就是跟上一代一样，都保持了高水准，而且它这个工艺还在进步，所以就我觉得是官方壳里面比较值得买的官方还出了另一个7920日元的那个透明壳，但是我个人认为跟 iPhone 的一样，就是没有什么好值得买的。然后我这边会贴一个视频，就是它是那种，就是这边没有做那种环火山的那种形状，就是我觉得就没有那么高级，对，也不是很好看，而且我个人也不是很喜欢就是贵的透明壳，
我觉得可以买个什么磨砂的透明壳，30几块钱的，然后换很多次就可以了。接下来再讲一下这个 Bellroy 的 Venture Pixel Case。这一代的 Bellroy 不管是这个新材质的壳，还是之前那个皮革壳，都是首次跟谷歌合作推出的。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这边开模什么的还也做了什么环火山的设计，然后开模也挺好的。不过我想说，就是这个壳它其实是有点笨重了，感觉就是它这边做了这个包边设计，这让我有一些不好的想象，就不好的这个回想，就是Pixel 10 Pro 我买了一个 Peak Design 的 PD 的，如果你玩相机肯定知道这个牌子的手机壳，然后它也是有这种包边，而且整体的塑料也不软，然后就很硬，而且也没有磁吸，至少 Bellroy 这个是有磁吸的。我觉得那还是比那个 Peak Design 的好很多，然后它还给了一个挂绳，但是挂绳质感很 low，我不知道这是干嘛的。对，但你看这一代它就是这点好嘛，它就是相当于是整个 camera bar 都是完整的了，所以你换什么壳子都不奇怪。我觉得它这个 Bellroy 的这个按键倒挺不错的，跟光壳差不多。这个反正就是也可以用一下，但是应该不怎么用，主要还是用了这个官方的这个壳子，这个壳子确实是挺好的。然后我还淘宝买了，就是之前用 Pixel 10 Pro 用就这个淘宝的一家，30块钱吧，好像我觉得挺好用的。Pixel Snap Ring 的话，它是新增了新的颜色，然后边缘的金属环都是做不同的颜色，还有像磨砂处理什么的。我之前的那个 Pixel Snap Ring 是给我的那个森影莎平板迷你用的，就是很好用。这个就我一般桌子上就是这边会放一个OPPO Pad mini， 然后在那边玩万象棋，然后就这样就挺好用的，而且它很稳，特别稳。我之前是淘宝买了一个那个叫什么牌子，幽兰子的，对然后它60多块钱吧，然后他说的很花里胡哨，但是就支平板，就这种迷你平板根本就不好用，所以我真的就是最后那个东西就吃灰了，很后悔，还不如把那个钱就是用来再笑一个这个的。聊一下 Pixel Watch 第5代吧，因为不是没有优惠券嘛，所以我就没有买，我打算下次再下单一个 Pixel 10 Pro， 然后倒卖一下，然后他就送一张那个券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把那个券再卖掉不是我就可以拿那个券再买 Pixel 5Pixel Watch 第5代嘛。Pixel Watch 第5代我个人很喜欢的有2点，一个就是软件功能，还有一个就是那个磨砂的边框 Olive 颜色的磨砂边框。然后新功能的话有我自己关心的有4个一个就是胰岛素阻抗趋势大家也看到我最近很关心我的那个血糖水平，看一下我血糖吧。可以的，我现在的血糖是5.1好吧，谁问了。然后血压趋势，还有由 Google Maps 3D 模型加强的高精度城市 GPS， 还有一个是那个锻炼计划自动计数功能。前面2个是已经确认了会下放到 Pixel Watch 第4代，然后第3个的话我觉得是挺有用，但是我不是很喜欢在外面跑步的人，我一般是在跑步机上跑步的，所以对我来说没啥用。然后锻炼计划自动计数这个也挺好的，虽然说就有人肯定要说了华为佳明不是早有这个功能了吗？但是我觉得它主要是这个更新，它是跟那个 Fitbit Air 一起的，就是 Google Health 一起的，因为 Google Health 里面的那个 AI 教练，它会给你自动创建方案什么的。给大家演示一下吧。对，就是比如说我这个星期对吧？我这个星期都做完了比如说周2的，然后这个 plan 呢，就是它是在手机上，它现在是在手机上开启的，因为这个功能它是配合 Fitbit Air 去开始的。然后当你开始之后，需要在手机上面计数，就有点像那种健身软件，什么迅记什么 Heavy 之类的迅记的那个开发者有点脑残，我就在这边骂他一下吧。就是不是，我只是举个例子，我不是很支持迅记的那种人。然后这边点开始锻炼之后呢，就是它就可以记组然后记重量之类的。然后结束之后呢，它会和你的 Pixel Watch 的心率去进行比对完以后再给你一个 report 这样子。但是更新之后呢，就是你的计划会在 Pixel Watch 上面也可以同步，然后你可以在 Pixel Watch 上面开启，而且它那个应该是组间吧，可以自动计数，
对，就还蛮好用的。好啦，配件也说完了，接下来我们说一下新功能吧。首先要说的是那个一个叫做Gemini Intelligence 的东西，这个东西真的是闹很大，但肯定很多人就是很好奇这个东西到底是啥啊。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的这个闹很大的这个动画吧。我记得这个动画应该是 Pixel 9 Pro 才改过的吧？开机动画哦，现在又改了，现在改成什么 Gemini Intelligence， 就是那个什么波点状的。我都不知道有没有对上焦，这个屏幕太小了。就这种波点状的，然后 Gemini Intelligence 的就出来了。那就是很多博主其实他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功能到底是啥啊，他就说是一个什么划时代的 AI 功能，我觉得是很扯淡。然后我开始也没有找到谷歌官方的定义，就谷歌官方他说这是给安卓推出的一系列 Gemini 新功能，就他就是这么说的。我开始觉得这句话不就是一个介绍吗？后来我后知后觉才知道，原来这句话是一个定义，就是他对 Gemini Intelligence 的定义，其实就是说它是安卓独占的那些 Gemini 功能，就仅此而已。那现在有啥功能呢？就是第一个叫做 Task Automation 任务自动化。那这个功能它目前是只有韩国和美国才可以用的。然后根据三星粉丝见面会，就是我有一个好友。他发了一个推文，然后他说他发那个图片，就本来他那个三星的那个见面会是不给拍照片的，但是他拍了，然后又删掉了，但是我看到了，应该是9月中旬会登陆日本这个东西反正现在也没有人看这个 B 站这个频道，所以我就说一下吧。对，也没有什么大手在监视。然后第二个功能就是Proactive Suggestion， 这个其实就是之前 Magic Q 的改名。就是菜单的同一个地方嘛。这里经过1年的体验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它主要的问题在于它触发的条件太少了，就是它只有说在固定的这个软件，什么信息啊、Line 啊里面才会触发。就是我很少用 Line， 就算你适配个 Telegram 都比 Line 好吧。当然了，肯定有人用很多 Line 的，但是至少对于我来说，它就不是我的菜。但是它真正触发的时候也是挺有用的。比如说，我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聊天记录。比如说这里就是，我预约了大概下个月去看那个，就去再测一次那个 InBody 的那个体脂肪量，然后它这边就会有一个 suggestion 出来。我真的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哦。这边会有一个，然后你点一下。还会有这种震动，很舒服，这个震动很喜欢，好想就这么震下去。然后点一下，它就可以直接跳转到相关的东西，比如说这里它就跳转到那个店，我觉得这个就做的还不错。再比如说之前就是用 Line 约剪头发的时候，然后店家他问什么时候有时间，他就会点底下有个 suggestion， 就是 view calendar， 就可以看我的日历。然后我看完了之后，我跟他说某某时间可以，然后它底下又会有一个提示，就是说是否要把这个加入到日历，然后这些全都是本地的 Gemini 做的，所以就还挺好的。然后三星应该 S26 系列也是新加了一个功能吧，叫 Now Nudge 还是什么东西我觉得那个就是跟这个东西差不多，完全就是一模一样。我觉得就是你们两个可以合作一下，反正你们两个现在都很难用，对。当然 Proactive Suggestion 这个功能据说是适配了很多场景，比如说官方演示中，就是在 Google Text 里面有一个购物清单，然后它 Gemini Intelligence 就会在底下推荐是否要通过自动化操作，就是刚介绍的这个自动化操作，把这些东西都加入到购物车。不过我看了 The Verge 的那个评测，就是他们说因为这个东西触发很严苛，因为正常人他写购物清单不就是说我的购物清单吗？他不会说我在哪个平台的购物清单，但是你这样写他是不会帮你加进去的，你只有说某个平台的购物清单，他才会帮你就是启动那个 Task Automation。我觉得其实也可以理解，因为现在 Gemini 它是有40几个连接器，里面有3-4个那个软件都是美国的超市还是什么的，就是类似于
可以点外卖啊，还是什么购物清单这种东西，所以他也不知道你要点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这个 UX 体验可以再优化一下，就是反正我不是特别期待但是呢，我比较期待的是能帮我点个什么外卖啊什么的，我觉得还蛮好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 task automation 和像什么之前荣耀啊、豆包手机不一样的一点就在于，它相当于谷歌给安卓开了一个后门，就是当你让 Gemini 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它会在这边就是来一个那个 live activities。我真的忘了安卓它叫 live activities 还是 live updates 了，好像是 activities 吧。然后就是这个 app 已经在后台运行了，然后 Gemini 在你那边帮你操作，你这个前台还是可以就是照常，比如说运行什么 Spotify 随便点开什么东西的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最大的区别。然后还有一个区别就是它这个是谷歌会和应用方去商讨合作，然后它自己会针对这个 app 进行一些优化的。所以说它不会像豆包手机那样，就是直接被某些像什么字节跳动封杀不是字节跳动比如说腾讯封杀什么的，所以这点我觉得也是比较好。但是当然了，它这个 roll out 有点太慢了，就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慢。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我认为是这一代的一个杀手锏的功能，就是这个 Rambler。然后这个功能呢，我认为它就是一个强化版的 Tablets， 主要是比起 Tablets 它的那个输入速度真的快很多。比如说我们现在可以说这个，我觉得戴老师说的对，我的心情就像核废水排进大海里一样淡淡的。你可以看到这边 Rambler 它就是一瞬间立刻出来，很恐怖就是我从来没有这种体验，因为我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 AI boy， 就是一个天天对一些新出的 AI 软件闹麻了的那种人我其实一直是在用 Tablets 还有微信输入法，这是我觉得两个体验最好的。然后这两个全部都没有 Rambler 快，很恐怖很恐怖。而且更好一点就是 Rambler 它可以直接就是说帮我把上面这段话翻译成中文、日语还有英文3段，你看这边就直接出来了。但这边它就不行，就是Tablets 也是有这个功能，但你必须要就是选中这段话，然后你再选这个 Compose 这个按钮，帮我把这段话翻译成中文、日语还有英文3段。你看它现在就出来了，所以这是他们一个很大的差别了。然后像 Rambler 这边还有就是它这个可以快速切换完整转写文稿，就是它可能理解错了你的意思，然后你就可以点这个就可以还原成这个，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懂，就是我说话有点口齿不清什么的，就是它可以给你还原成你说的原话，而不是整理后的结果，或者是根据你的意图修改之后的结果。我觉得这个真的做得非常非常棒。然后再比如说，我觉得 Kiki 说的对，我是那个女孩，然后那个 Kiki 是 K 后面3个 I 再一个 K 后面3个 I， 你看它就成功打出来了。然后你把我是那个女孩那6个字翻译成韩语，其他的不动，你看就很装逼对不对？就是而且这个速度真的很快，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好用的语音输入法，我不知道怎么做到的。就是还有另一个也挺快，就是微信输入法。然后微信输入法的话，它是流式传输的，就是你说几个字它就会冒出几个字，然后最后再帮你整理。但是微信输入法和 Tablets 的整理都很过度，我觉得就不像你真正写出来的东西。然后微信输入法的这个它还有一点好处，就是它会把你微信输入法的词典也一起放到服务器去优化。就比如说我微信输入法打过一个专有名词，然后它就会记住这一点的话和这个 Gboard 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这个新的 Rambler 的功能是一模一样的，我觉得这个真的很好用。然后那个 Tablets 的话，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 Tablets 它可不可以因为 Tablets 的这个键盘真的太难用了，没有人会用这个东西的，所以我觉得就还好。但是当然它有专门词典的，但是它词典是让你自己输进去，我不知道在这上面打个字它能不能加进去，但是我觉得应该
好像可以吧，应该。而且它也是可以，就是结合这个写作工具，你可以直接跟这个 Rambler 说，比如说什么，你可不可以帮我改写啊，或者是让我变得正式一点什么的，我觉得这也挺不错的。但是它谷歌官方说每个人都是有限额的，就是跟 AI 一样，有什么周限什么的不过我觉得这个应该是挺大方的，因为 Typlus 它那个免费的我觉得都够我用，所以我觉得就应该还好。它这个看起来不是特别的资源消耗。反正这个功能真的是我的一个年度功能，就是它在手机上真的超好用，就是因为它真的速度很快很快，就快的难以置信，就我不知道它怎么做出来的。因为我自己之前做过这种东西嘛，我自己的推测是，我自己觉得 Gemini 3 Flash Lite 是做不出来这个效果的，虽然它速度够，但是它很蠢，因为 Gemini 3 Flash Lite 它的音频动作它也很烂。然后还真有一家是这么做的，就是你们知道是哪一家吗？就是那个，就是这个 Nothing 他们早期的时候这个语音输入就是用 Gemini 2.5 Flash 做的，就是这个叫什么 Essential Voice， 就是直接拿 Gemini 2.5 Flash 做的，我觉得特别特别蠢他每次识别一次要等大概好几十秒。比如说看一下，我觉得戴老师说的对，我的心情就像核废水排进大海里一样淡淡的。你看他要等非常非常久，然后他出来的就完全不对，大家能看到吗？就是这样一家公司，我不知道到底在做什么产品，我真的不懂，就我特别不理解这家公司。其实反正这个 Rambler 真的是很好用，然后这个反正我看了一圈，各个评测媒体都在说这个功能接下来就说了一个很 flop 的功能，就是 highlight。这个 highlight 的话呢，我自己觉得就是这个功能我觉得无感，非常无感，但是这个硬件呢我觉得挺喜欢的。首先硬件它在官网上面的示意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它这个样子然后此外就是它这个位置本来是闪光灯嘛，然后相当于是把闪光灯和这个 LED 灯做在一起了，我觉得还是很好，就是它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多做 LED 灯里面做的最这个极简主义的，然后这个闪光灯也是很亮嘛。它的这个功能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我可以照常跟 Gemini 对话，比如说这样。帮我看看今天 Gmail 里面有什么重要的邮件。然后它这个时候它是不亮的，但是当你把屏幕降下来的时候，它就开始亮了。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效果做的真的是跟官网差不多的，就是真的很好看。然后 Gemini 在回答还有聆听还有思考的时候，它的样子也不一样。但是呢，我自己对这个功能的推断就是就是鼓触了他们大公司病又犯了，肯定是 Gemini 那边或者是安卓那边说我们在这个节点就是有那个 task automation 的功能会完善，然后你用这个功能就很舒服，对吧？那确实很舒服。就比如说我跟 Gemini 说我帮我执行一个什么项目，帮我点个外卖，然后我放桌上面它不是在转吗？我觉得这个挺好用的。但是问题就在于 Gemini flop 了，就是 Gemini 它 flop 了，就不好用了，导致谷歌它就是干什么都是错的。就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嘛，就比如说这个东西如果它是 Cloud 或者 OpenAI 做的，然后它这个东西没有屏幕，它只有一个摄像头，然后有几个麦克风，然后有一个插口，然后有一个这样子的灯，甚至这个灯做到谷歌 logo 这么大，就做一个什么有点像什么 ChatGPT Voice 的那种东西，然后它卖一个$500，你觉得就是会有人骂吗？绝对不会有人骂的，而且一堆人还会去抢着买，然后去来开箱，对吧？我觉得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谷歌它最近在互联网上的声量比较 flop， 就是在 AI 这方面，所以呢它这个东西反响不是很好。
但是呢，谷歌它自己也是有责任的，就是谷歌它虽然在 Made by Google 那一天就已经说了之后会有更多的新功能，但是你直接就这样子给它上市了，你觉得很正常吗？你觉得你们很正常吗？你觉得你们公司很正常吗？就是现在它只能给什么固定的人去设定一个颜色，而且还是纯色的，不是彩色的，不是像 Gemini 那样彩色的。你看，就是它只有VIP Pixel VIP 才可以来电，然后每个人是有一个单色的但是我觉得它这个东西显示单色就没那么好看，它就是要那种渐变，谁懂？就是那个 Gemini 那个渐变真的很好看，所以就是早点把那个 Task Automation 就是搞到日本来吧，我真的求求，还有一堆东西没有上日本的，加油吧，加油吧，然后它就是有一个固定的角度，然后再加上前面的环境光传感器，它固定角度类似于这样子，然后它就会开始亮了。然后接下来呢，就是说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人在意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很震惊，我觉得很恐怖的一些功能，就是真的很恐怖。第一个功能的话就是Live Translate 的增强。我今天早上开箱的时候嘛，它这个功能都没有更新，然后我就出去拍照了，回来以后呢，我就把它充电，然后睡了2个小时觉，它就有了。就是 Live Translate 现在它可以直接翻译 media 的内容了，而且它这个翻译是什么呢？它这个翻译是直接把那个人的音色还有节奏全都保留，然后就很恐怖，这个功能真的很恐怖。我刚听了效果，我觉得吓死人了。然后它现在是支持社交媒体、视频还有播客这3个方面。然后具体怎么做呢？它不是像那个实时字幕什么的是自己打开的，它就是直接识别到这个语言，它就直接帮你翻译了。当然了，现在是只支持西班牙语、意大利语英文还有哪个语言之间的4个语种的互译。但是大家可以看那个效果真的很恐怖。我今天让那个 Gemini 给我找了一下那个西班牙语的视频，然后是那个 TED 的演讲，大家可以看一下。¿Qué es un hábito? Un hábito es una conducta que se repite en el tiempo de manera sistemática. Cuando actuamos con 它这边检测到西班牙语了，对吧？然后你点一下这个， cuando se comparte genera un impacto. 很恐怖的这个东西，真的很恐怖。I've always considered myself a simple guy, a simple person who wants to learn and works hard. I don't think I have any specific talent, and I know that life rewards us 我 with 不知道 enormous 大家有没有 opportunities. 看到？ When I was young, younger than now, I didn't know how to access those opportunities. But after having certain skills, I began to observe results in my. 就是这个功能是去年的那个通话的一个改进，但是我可以负责任跟大家保证，它这个模型是好很多的，因为它这个真的非常逼真，这个效果然后比 YouTube 的那个什么那个什么东西还要逼真。 YouTube 那个就完全是机翻，而且最恐怖的是这个东西它是完全用这个Tensor G6本地的 NPU 处理的，就是不依赖任何网络，所以就是真的很恐怖。这个功能就是我觉得很恐怖，但是它也有个缺点，就是这一个模型，一个语言的模型要1.06个 G， 还是挺大的。对，不过这个东西真的是就完全秀肌肉啊！我不知道这东西到底什么意思，而且效果真的非常非常不错。虽然它会缓冲一段时间，但是它整体来说还是很好很好的。然后就是这个新的这个手语转文字功能，这个东西也是很离谱。我不知道在哪儿啊？对，在这儿。对，因为我现在是中文不支持，它现在只支持英文。在这里 ，Sign to Task to Test， 然后你点开以后，它就会识别你手和头的相对位置，然后就开始帮你转成那个什么手语。但是我不会手语啊，不好意思。它现在支持的是美国的手语，然后我这边放一个那个别人测的那个视频吧，我觉得还是蛮好玩的。对。然后大家也看到了，现在还有一个新功能，就是它现在可以在这边
就是直接搜索你的Google Drive 呀，然后 Keep 呀，还有 Play Store 什么的内容。当然对我来说，其实最好用的就是它可以搜索相册，比如说我现在想搜 Google Pixel Watch 的图片，然后它就可以直接在这里显示云端的图片，我觉得这个很好用的。当然你刚买到的时候大概要索引个10几分钟才可以，刚买到是搜不到的。然后包括我自己写的一些文章，比如说 Pixel 4的测评，对，还没出不好意思，还没发布。然后这边什么全都可以搜到，我觉得还挺不错的。这边可以看到呢，现在就是它可以搜到日历，然后时钟、联系人、Drive、Files、Gmail、Google Play、Google Wallet， 还有 Messages， 还有 MyPixel 等等的内容，还有 Pixel Screenshots 也可以直接在这边搜了。所以这个功能我认为是一个很有用的。对，还有一件事就是应该是开箱的时候很明显的一个，就是这一代的屏幕是有点像 iPhone 那种就涩涩的。我查了一下，它是贴了那个什么涂层，就是抗刮涂层，说耐磨性是上一代的2倍。然后上一代我搜了资料是在6H 的时候就开始有了划痕，所以说这个2倍提升应该还是挺好的。对，还有其他功能，就是首先是At a Glance 这个功能，它现在可以显示附近的餐馆，还有评分，还有附近的 passes。比如说我现在在松本清药妆店，它就会给我显示松本清的那个 Google Wallet 的那个会员证。但是这个现在在东京是用不到的，因为它这个是先在低密度地区上线，后续再到大城市上线。我也不知道是要干嘛。然后 Screenshots 新增了一个 filter， 你可以搜索什么app 呀，来自某个 app 呀，还有什么某个类别的那种截图了。然后就是新的一个应用锁，这个功能也是刚到手是没有的，它要等一会儿才有。应用锁在哪？对 ，Digital Wellbeing 这边，它叫做这个中指点。然后这个设计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就是这一代手机它一贯的一个什么一贯的一个宣传，就是让你专注于你的生活而并非手机。虽然我觉得很虚伪吧，但是如果真为 Task Automation 做得好的话，我真的会这么觉得，我觉得很棒。对，但是我也不会拿更多时间就是跟什么人互动的，我会拿更多时间用来玩那个王者万象棋。然后这个Pause Point 的话，它其实是比较类似于之前何同学有一个那个什么手机锁那个软件，就是当你比如说我给这个 ChatGPT 设一个，对吧？然后它就会有不同的这个东西，它有5种 Pause Points 的方法，一个是 Remind， 然后一个是 Brace， 还有 Divert， 还有 Plan， 还有 Reflect。最好玩应该是这个Divert 的话，它会让你去，比如说它会给你推荐 Google Play Books 上面一本书你没有读的，然后会给你推荐 Google Health 的一些正念冥想什么的，然后给你推荐 Google Health 的那个 Workout Plan 什么的，就是挺好玩的。你看，就比如说这样子，它会让你什么写日记然后正念或者是做一个 workout 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 plan， 就是plan 方法就是有点像那个何同学的嘛，就是当我打开这个软件的时候，我就告诉自己要做什么，然后限时多久。然后 reflect 的话，就是你要自己在这边记录我打开这个软件是为啥。然后 breath 的话就是深呼吸，然后有个这样子的动画。还有 remind 我就不知道了它会 remind 它会给你一些就是让你回忆起生活中真正重要的东西然后一些珍贵的影像，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就是想一下生活多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个有点扯淡，但是其他几个是好用的，就是科学研究表明是好用的。但这个应该也是有研究的，因为谷歌它的原型一般都是比较严谨的。好，我们现在试试看吧，就是打开这个插头 GPT。哎呀，你看他这次问的就是让你
打给一些人，给别人打一些电话，然后我再点开一次，就是要反思自己为什么要打开 ChatGPT， 然后再点开一次。我的天啊，这个是那个 AI 生成的，有点长得像那个王者荣耀那个灵宝啊。然后全部都翻完就可以打开了，我的妈呀，真的是很尖的一个软件，笑死我了！我觉得这个功能真的挺好的，真的挺好，我很喜欢这个功能，很好，就是省下的时间我也不会拿来干什么正事儿，不好意思，除非你给我所有手机都装了。但是这个功能和那个 Rambler 一样，虽然它是 Gemini Intelligence 的旗下的功能，但是它目前是只有 Pixel 11可以用的，其他手机是不行的。可能屏幕前你就说啊，谁会想用这个功能？无人在意也可以吧。好，还有一点就是暗光人脸识别增强，但是我这边没有办法给大家测试，就它没有用最新的那个红外的什么功能，就红外什么，就是之前谷歌一直在测试的那个红外增强功能，那个东西应该是要等到 Pixel 12才会有但是他说是暗光下人脸识别增强，这是官网上面说的，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好的，然后下面呢就说一下相机啊，这个也是我个人最喜欢的部分了，就是我今天下午出门拍了一圈照片，就是首先我跟大家讲解一下这个新的 Camera Looks 到底是什么情况。首先呢，在我们的这个以前相机的这个调整的部分，对吧？它会有一个可以选择这个 look 的东西。首先呢，它是有一个 basic look，basic look 决定的是你的HDR 管线 ，HDR 加的管线，就是说可以决定不同的图片是如何合成的，以及会有几张照片会进行合成。然后我自己目前最喜欢就是 natural 的效果，它拍照片真的很好看，就是没有那种数码感了。然后还有 shadows， 还有 vinyl， 当然我不知道这个 vinyl 到底是干嘛的，我不是很看得懂这个颜色，我感觉它就是黄了一点的那个 default 而已但 shadows 的话就很明显，就是那种阴暗很明确的那种图有时候用这个也挺好看，就是用多了可能会令人很恶心所以我一般就是 natural。 然后除此之外呢，还有6个 style 的 style look 分别是default editorial velvet。Classic Digi 就是 Digital Camera， 它的中文名字叫 CCD， 笑死我了，有点像 OPPO 会起的名字。Black Tie， 然后 Minimal。有人就说这个不是什么水果什么华为的功能吗？我想说确实是的，但是呢，这就是数码就是一大抄，我觉得抄得好为什么说抄得好呢？是因为它结合 Pixel 的 Quick Access 的功能，就是我一般不就是用 Natural 嘛，然后这边有不同的 look， 就是你可以快速切换 look。然后这边呢，我自己配置的是白平衡，然后这边我分别配置的是高光和阴影。这也是这一代新更新的，之前的话只有高光和阴影的快速调整，我也很喜欢。但这一代是新增了 look 还有白平衡也不是新增了这两个，就是它是给了4个槽位，我给大家看一下吧。就是它给了4个槽位，你可以自己选左边右边，然后你可以再改什么快门速度ISO 还有那个 focus。说到快门速度呢，我就想到一个宝藏小众 APP app， 就是这个Viewfinder Camera。然后它这个 camera 的话，它就是几个不同的 set， 就是调整快门速度的。然后这个相机呢，它主要的一点就是它是那个就是有那个什么 credential 的，就是证明你这个照片是真的那个东西。然后这个东西如果你不用这个相机的话，就只有 Pixel 10和 Pixel 11上面有三星上面也是有的，但它上面的是只能说明某个图片是假的，但是不能说明某个图片是真的，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懂然后小米那个徕卡版好像也是有这个功能的，我记得是。反正这个功能我不是很在意但是这个相机我觉得真的 UI 很好看，而且它默认的色调也很好看，然后也推荐给大家去使用，然后也是免费的，是日本的一个
设计的 studio 做的，我很喜欢这个软件。好了，我们说回 Pixel， 就为什么我特别喜欢 Pixel 上面的 camera look， 就是因为它有如此多的 recipe 可以选。就是你知道吗？我是一个什么用户呢？我是一个富士 X-E5 用户，就是它上面的这个，你可以保存3个作为你的默认的配方，然后因为你在富士相机上面调整这个菜单其实是很困难的，但是它可以存3个在这边，我就很喜欢这个功能。不过有了 Pixel 以后，其实你就不用存了，因为它调整是非常非常快速的，而且直观的。就很好用，我相当于每张照片都可以单独调一个颜色，而且是很快速的调一个颜色出来，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认为它是在取长补短，就是 camera look 这个功能其实是扬长避短。为什么说是避短呢？因为有很多用户就说 Pixel 拍的照片它很假什么的，然后可以通过这个东西去改善这一点。然后扬长就是 Pixel 本身的 Quick Access， 它又给它加了2边，然后让整体的 UI 操作变得非常非常迅速。我是很喜欢这个Pixel 的相机团队在这方面做的努力的，这次真的是得夸一下。对为什么说到 X-E5 了？好奇怪，笑死我了。Magic Capture 的功能的话，我刚刚在大马路上面拍了一下，我不是很喜欢这个功能。就是首先我当时是想拍出那种很有噪点那种效果，然后我就大概是我拉到20倍变焦，然后在大马路上，我拉到10倍变焦，在大马路上乱晃，就是手拿着，然后在那边走路，感觉自己有点像查理 XCX 那种。然后好巧不巧，就是他最后拍出来的照片就那个视频本身是正常，但是拍出来照片全都是那种就是清晰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就它可能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清晰可能搞不懂，反正就是我很失望不好意思，就是想拍那种装神弄鬼的照片的时候，你不要给我这样好不好？这张挺艺术的，挺喜欢这张的，笑死我了。然后人像可以 4K 60帧了，但是没有人会在意不好意思。还有一点就是，当你 Circle to Search 的时候，它其他的 UI 的部分就会移除。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个有什么用，但是反正就是那样的。然后前置的自动对焦还是有的对，就是秒了不少就是不知道来干嘛的那种手机，不好意思。所以说就是这台手机我认为是真的很好用的，就是当你去调整这个 look 的时候，对吧？你就会得到一些很好看的照片，比如然后这一代的那个扬声器，我觉得也是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的，就是也不是长足吧，就是一个小小进步的。但是关键是 Pixel 10 Pro 的那个扬声器已经很好了，所以就觉得还行吧，就是这样子。Taste like Jelena, I go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then I'm I head boo. Taste like Jelena, I buy day, night, I day, 눈물이 빙고. Taste like Jelena, I go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then I'm I head boo. Taste like Jelena, I buy day, night, I day, 눈물이 빙고. Taste like Jelena, I go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then I'm I head boo. Taste like Jelena, I buy day, night, I day, 눈물이 빙고. Taste like Jelena, I go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then I'm I head boo. Taste like Jelena, I buy day, night, I day, 눈물이 빙고. 좋아해. 그만해 있어잘 그대 오래 Midnight blues 저 멀리 네 머리 쏟아도 못할래 포근한 이불 속 오늘 이 말투 얼음 같은 바위 불밖에는 dangerous 날 만나는 건날 베게 해본 일어나기 싫어 우리 잠을 더 부르는 걸 Taste like Jelena, I go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and I'm high and full Taste like Jelena, I buy it, my dark day, 눈물이 빙봉 Taste like Jelena, I go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then I'm high and full Taste like Jelena, I buy it, my dark day, 눈물이 빙봉 Taste like Jelena, I go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then I'm high and full Taste like Jelena, I buy it, my dark day, 눈물이 빙봉 Taste like Jelena, I go every time I see your face, then I'm high and full
大家好，我回来了。然后，相信大家对整个 Pixel 11目前的感受应该也有一个理解，但肯定还有人想问了啊，你这个性能呢？对吧？那性能当然是要测试了才能跟大家说的呀。我现在是8月22号凌晨，然后我终于把图表啊，还有视频什么的，就是装帧之类的做的差不多了。这次也是莫名其妙就说了很久，所以我在最后就把这个性能就是跟大家快速的过一遍。首先呢是这个芯片的架构方面呢，芯片架构是从Tensor G5的一个 Cortex X4，然后5个A725，2个A520编成了最新的公版架构的 C1 Ultra，还有6个C1 Pro，就是减少了一个核心嘛。然后 C1 Ultra 是固定的4.11G 赫兹，C1 Pro 的话是分为2簇，一簇是4个核心3.38G 赫兹，一簇是2个核心2.65G 赫兹。然后 GPU 方面的话是从本来最新的DXT481536换成了2021年发布的 CXTP481536这颗核心，同样是 Imagination 的。然后这个时钟频率是1.29G 赫兹。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提升了吧？应该之前探测 G5应该是1.1G 赫兹但是根据一些数据，还有我自己的使用，就是2个都是半斤八两，就是特别垃圾、菜鸡互啄的感觉，我都不知道能不能有探测 G4那么好。而且 Pixel 它的 GPU 是一定要等固件升级才可以，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的不过这一代其实感觉没有。就是日用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 GPU 我觉得真的是是一个大的短板。TPU 方面的话，使用的是 Tensor 第5代 TPU， 据官方的说法是算力增加了50%。那本测评大家也可以看到，之前真的给我们展现了很多很恐怖的一些应用我觉得真是看爽了，虽然用不到，但是看爽了。调节器这方面，今年也是终于从三星换到了 MediaTek 的 M90。不过调节器这边我跟大家说，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很吃软件调教的。比如说 OPPO， 我的 Find X8 Pro、Find X9还有 Find X9 Pro， 不管是国行还是日版的，在日本这边它就是信号真的就是非常的不好，我觉得就是很欠调教的。然后就算用了联发科的基带也是这种表现，我觉得很奇怪。就你出去走着走着，或者在餐馆里面吃饭，莫名其妙就会断流。那 Pixel 是没有这个问题的，不过它换成 MediaTek 其实主要是想解决功耗的问题。就 Pixel 的话，它之前的调节器功耗比较严重，虽然说用着没有啥太大的问题吧，但是功耗就是比较严重，应该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然后安全性方面是使用了新的 Titan M3 芯片，不过我其实觉得 Titan M2 都已经很安全了，而且没有人会在意一个 Pixel 的安全性。对，就是小偷会偷 Pixel 吗？我也不知道会不会偷，反正就是可能吧。至于之前 rumor 曝光的 SLC 缓存又砍半这件事呢，我通过 Factory Image 还有 ADB 都没有办法确认，然后我也懒得解锁 bootloader， 虽然是可以解锁的但是就没有办法分析出来，所以也不知道 rumor 是不是真的，反正到时候也会有人说的。总之日用真的是这一代是日用没有啥问题对。然后跑分这边的话，这些我必须要说明，这些跑分都是右下角这些 sources 去跑的，不是我跑的，因为我很讨厌做这种重复劳作的工作。首先是 Geekbench 6.7.1，它对比 Pixel 10 Pro 的话，单核增加16.7%，多核增加17.1%。Geekbench 7的话，单核增加15.8%，多核增加12%。3D Mark WAE Unlimited 的话是比起Pixel 10 Pro 稍微有所下降吧。然后 Geekbench AI 的话是跑出了2.14倍的成绩，但是我感觉这个分数没有啥意义然后 Antutu 是最恐怖的，我收集的是网上的信源，然后一些台媒、日媒的跑分，还有 Twitter 上面一些买了 Pixel 的人包括对我一些朋友，然后最后它的波动是在130万到180万之间，我觉得真的很恐怖，也不知道他们公司到底怎么了，是不在意跑分这个东西吗？虽然我也不是很在意，但是感觉本频道一些受众他是不是本频道受众，本视频的受众有些人会在意。
也不是在阴阳怪气。3D Mark 的话是20轮压力测试，是最后保持了79%的性能。那至于日用体验的话，我觉得 Tesla G6比 Tesla G5好太多太多。我有一些朋友也买了 Pixel 11 Pro，然后我跟他们的反馈基本上一致的。但是其实我个人体感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因为我这几天不是一直在赶视频嘛，就还没有把这个卡插到这台设备上面去。但是我自己感觉就是刷 B 站啊什么的也刷 B 站、刷 QQ 什么的也非常明显，就是真的是没有什么温度这台设备，我个人还是非常满意的。除了后面说的，就是刚刚说的就是 GPU 表现，大家可以看后面的游戏性能测试。然后呢，其实在这一代之前，就是发布之前，我就准备了一个软件叫做 GenMark，里面是用来测试这个NPU 或者 TPU 使用 Gemini Nano 进行一个 prompt API， 然后最后跑的这个延迟，用来衡量它的延迟和token 的吐出速度的。那这个结果的话，其实和TPU 的性能提升那个50%还有一些差距的。那总分是增加了18.3%。但是我认为主要的提升其实是在这个分为2块，一个是 Preview， 也就是和内存强相关的一个读材料的速度分别是就是有2个模式，一个是 Fast， 还有一个是 Full， 分别代表着这个Gemini Nano 4 Fast 和 Gemini Nano 4 Full， 也就是基于 Gemma 4 E2B 和 Gemma 4 E4B 2个模型对 NPU 或者 TPU 进行特殊优化的版本。哎呀，太绕口了分别是加速了49%和74%这个表现呢，我自己觉得是 Pixel 10 Pro 太垃圾了，也不能说明什么。然后首次延迟是分别降低了39%和43%跟刚刚那个数据也是能对得上的至于其他的这个土 token 的测试呢，基本上生成速度是加了16%到17%的这个结果了。当然，其中有一些子项是牙膏倒吸的，但并不能说明什么，因为这个 prompt API 本身它就是比较不稳定的接下来呢就是横向对比，说实话也没有什么可以横向对比的。我手里唯一支持这个Gemini Nano NPU 或者 TPU 的设备就只剩下 Find X9 了。那 Find X9 的综合跑分下来是1539分。就是你看起来是跟这个 Tensor 差比较低的，但是等会我会跟大家讲一下为啥。那这个结果的话，首先我们看 Preview 这边，就说明 Find X9 它的内存的硬件其实还是挺不错的跟 Pixel 11 Pro 是略胜一筹，就跟 Pixel 11 Pro 相比是略胜一筹。但是在 Main 和 Thinking 这个，也就是吐字的这一部分里面的话，和Pixel 11 Pro 是大概有30%到70%的差距首先我想跟大家说的是，这个结果能说明什么呢？能说明就是Tesla 它的 TPU 确实很强大，但不能说 Find X9 它的表现就不好了其次，这个结果能够表达什么呢？它其实体现的是用户使用安卓 Prompt API， 也就是用户调用安卓底层的大语言模型的时候，它的体感是什么样的也就是说和用户的体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你没有办法就是拿这个来反映不同 NPU 簇之间的性能差异，但是你是可以对比，比如说 Pixel 10和11 Pro 之间的 NPU 性能差异的是这样子的其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呢，就是在 Pixel 这一块，谷歌在去年11月份给 Pixel 9、10的所有支持 Gemini Nano 的设备更新了一个固件，那个固件的话 Pixel 在里面是独占投机解码的，所以说它就是 Find X9 的话，它没有投机解码，所以是没有什么参考价值的。那有人可能就要问了，那怎么把这个投机解码就是造成的部分给它去掉呢？那我现在的话，我自己觉得是很遗憾，基本上是没有啥办法去掉的。那根据 Google 官方的博客的话，是有这样一张照片在上面。那这边有2个数据，一个是蓝色的，还有一个呢是橙色的蓝色的这个数据呢，代表的是就是提升了多少接受率。
那接受率如果越高的话，那就是猜中的 token 越多的话，然后接受率就越高，然后就会减少主模型完整跑 inference 的次数，所以说就可以增加就是这个生成的速率嘛。然后旁边这个红色的话就是 E2E latency improvement，就是最后的这个延迟，也就是用户感觉它实际上快了多少。但是最关键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上面就是它对比的不是说 FineX9 也不是说没有这个 MTTP 的情况，它是用了一个传统的这个speculative decoding 的一个独立的 draft， 所以说 audio translation 的1.48倍，它的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说，谷歌的 Frozen MTP 方案比传统的这个 speculative decoding draft 的方案还要快48%，所以说我们就没有办法就是去衡量就是说 Tensor 它的 TPU 或者 NPU 的强度和天玑9500或者说 FineX9对比起来怎么样了这个也是一个插曲，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你听不懂就算了，也无所谓，对，没有什么用，真的没有什么用。然后，如果您的设备支持 Gemini Nano V4 的话，或者 V3 的话，也欢迎扫这边的二维码就是跑一下你的设备的评分主要是一些国际版的设备，像三星 S26 Fold 8，然后 OPPO Find X8 Pro 或者是 Find X9系列，应该是都可以的。那我手上的三星设备呢是那个 Z Fold 7。它只支持 Nano V2，而且只能用 CPU 跑，所以我就没有测试骁龙芯片了，因为我也不会再买一个了，太贵了。好，然后这里是所有子项的详细数据，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或者就是暂停一下看看什么的。至于游戏方面的话，我主要是玩了2款游戏，分别是王者荣耀和王者万象棋。先来说王者荣耀的情况。王者荣耀我认为是一个比较严重，就是翻车的一点，就是我用的是西施陈李瑶皮肤，然后打的是60帧极致特效，然后莫名其妙的团战的时候，它这个掉帧真的很恐怖，很恐怖，就1% low 帧居然达到19.1，就对这个弹色调教我真的是有点看不懂的。但是直播也不是直播就是录屏玩的时候能感觉到它这一代的触控是比之前要好很多很多很多的，我觉得就是还是可以的。而且我主要玩的是国际服，国际服的话优化还挺正常的，所以就我认为对于我来说它是更好的。然后这个掉帧主要都是类似于你第一次放某个技能，或者是团战帧率，然后比较离谱的就是有些声音还会破音，声音也会卡顿，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王者荣耀用户的话，就是不用再买这个设备了，没有什么必要。不是，也不是这么说，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王者荣耀用户，而且一定要用这个 Google Pixel 去打王者荣耀的话，建议你就是不要买或者打那个国际服去吧。然后是令我比较意外的就是王者万象棋这款游戏，在我自己的认知里面，因为我一直是拿那个 OPPO Pad Mini 玩的，我自己的认知是这款游戏其实是比王者荣耀更吃性能，而且更耗电的。但这款游戏呢就很奇怪，玩的时候几乎是没有什么卡顿，然后1%漏帧是42.7，但说真的玩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卡顿，因为这款游戏它本身就是在体验服，然后优化就不是很好，像什么拍卖转场本身就会掉帧，不管用什么设备就感觉都会掉帧的。然后这把我玩的是玉环日落海阵营，是一个非常吃操作的。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说明这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明玩的时候它的触控调教还是比较好的，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卡。然后这款游戏真的很好玩，就是期待下个月开服吧。好了，以上呢就基本上是本次上手体验的所有的内容，真的因为我真的开箱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说了那么多话，我觉得我真的是一个话很多的人，而且就太久没有做视频了，所以说了很多奇怪的话，然后那个甚至快门都忘了按了，所以就真的跟大家说一句抱歉吧，真的就是拖了很久很久，也没有更新什么的。我最后来总结一下这一台设备吧。首先是它是一个很明显的妈触2向性的一个设备，
但是这一代的话还是妈的地方比较多。首先就是它真的几乎不发热其次呢就是令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些新功能，比如说 Rambler 还有 Camera Looks 都非常的实用，基本上是每分每秒都会使用。新增的 Pause Point 这个功能我也非常的喜欢，只不过可能大家会觉得这个到底有什么用？我不需要这种东西之类的，但是我反正蛮喜欢的。再说一些就是之前那些炫肌肉的那些功能也是蛮好玩的，就是你可能不会用它，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说中文的人来说，可能不会用它，但是真的很好，我觉得就是谷歌还在这方面努力，这件事儿真的很好。然后就是7 2.2 25瓦无线充电，终于是就是给 Pro 升到25瓦了，我觉得很有必要，因为之前的那个15瓦的，它充满电就得要2个小时。25瓦我没有测快具体快了多少，但是这一代的话，我觉得应该还是快蛮多的吧，可能吧。还有一点就是它的价格现在已经不算什么缺点了，因为怎么说呢，中国旗舰也涨价了嘛，然后它这个16+512G实际上的价格大概就是也是5800块钱也不对，日元汇率很低，应该5500块钱左右吧。所以呢，就是它已经比中国 Pro 旗舰要便宜了，就比我的那个 Find X9 Pro 便宜。Find X9 Pro 我记得当时是买了5999吧，所以就综上所述，我觉得，这台设备就是也还真的就还挺好的，对于我来说，最美好的构造吧，只能说。还有一点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一代的标准版其实是蛮值得买的，因为这一代谷歌好像就回心转意了。之前谷歌它一直是就是在标准版上面阉割很多新功能，但是这一代没有，像什么Camera Looks 呀，还有 Rambler 的功能都可以在无印版的 Pixel 10上面去使用，而且也是12G 起步，就显得好像 Pixel 11 Pro 的256G 就没啥竞争力的感觉。当然也是说完了，就是有的人他可能还就是喜欢 Pro 那几个颜色，或者是Pro 带来的一些 Pro 级别的拍照功能什么的。我买 Pro 主要还是为了16G 内存，因为我对那个 Pixel 9 12G 的内存真的是有点 PTSD 了。当然这台设备还有就是做的不好的地方，或者说能做更好的地方。就第一点就是这个屏幕黑边这个是我不知道是他们到底怎么了，就是完全可以做细的，都是这个供应链的东西嘛，我也不知道他们干嘛。然后就是录像，一直以来也是一个短板，也不是一直以来吧，就是自从别的手机录像好了以后是一个短板。当然了，这一代好像那个变焦切换变丝滑了一点，但是无所谓，不在意。对，我觉得不丝滑卡卡的也很有感觉啊，有点像那个唱反调。还有一个就是本来说在这一代上线的那个红外人脸识别也是直接推迟了，推迟到 Pixel 12再上线换成了一个就是什么增强的什么暗光下的人脸识别功能也是蛮会挤牙膏的了，就是可以去死了。其次就是在这边就是发一点牢骚，对于谷歌这家公司第一件事呢，就是我想说下半年会登陆的新的一批的这个叫什么 Android XR 的 Glasses 设备它就是谷歌它也没有第一方的产品，它只有这个三星的和 Xreal 的。然后还有一些不知名的 PC 品牌，好吧，也不是不知名就是华硕联想什么的。那三星 Xreal 做这个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还好，但是我真的很想看谷歌自己做，主要是他们之前也有 Google Glasses 的经验，而且 Ivy Rose 的第一个设备就是那个嘛，而且也 flop 了，所以也不怕第二次吧，到底为啥？然后 Google Book 也是很好笑了，就是这个名字就很奇怪就是这个名字 Google Book。就苹果会出一个叫做 Apple Book 的东西吗？好像也没有，但是他们出了 Apple Watch，对，这又能说明什么？好吧，我就当我在说胡话，因为现在已经2点多，我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然后就是这些东西都是下半年就一窝蜂登陆，然后也没有谷歌自己的第一方产品所以我就好像就也没有什么好期待的，就很无聊。然后就是AI 功能对于全球市场的一些区别对待吧，就比如说Task Automation 这个功能到现在已经延期3个月
在日本没有上线了啊，也不叫延期吧，就是和美国相比已经过了3个月了。再比如说之前的什么 Gemini Spark 呀，再比如说那个AI Mode 里面的3.7 Flash，就这种很奇怪的东西，就是明明就是第2天就可以上线的，到现在好像1个星期了吧，也没有上到日本，只有美国的用户可以用 Gemini 3.7 Flash 在 AI Mode 里面。你们到底想干嘛呢？搞不懂。就之前的那些事儿，包括 task automation， 其实你可以说是政策问题，但是这个东西就明显是，我觉得就是一个资源调配的问题，也不懂到底要干嘛。还有一点就是，对于安卓这件事儿，它的软件的品质的管理还是要去打一点铁拳。就比如说，中国的一些应用市场会给一些软件，比如说美团呀，饿了么呀、淘宝呀，开后门，对那些软件的那个 APK 的 Target SDK 版本低的吓人了就是你说好的注重用户隐私，但是其实就只注重你们能看得到的人。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上海开 Google I/O Connect 呢？真是搞不懂了。所以说这就是我自己这一期视频的一些感受吧，也是终于录完了。那我自己觉得这一代我还是蛮开心的，就是真的挺好用的，新的功能令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就 Pixel 9那一代好像就没啥新功能，对吧？只是那台设备令我印象很深刻。但是这一代就是像 Tensor G6我也挺满意的，然后又有几个杀手锏级别的新功能，我真的是很喜欢。但是我觉得它就是能做得更好。不过在现在这个硬盘就是已经贵成这个样子的这个时代，我觉得它这台设备做成这样，就是已经也有点尽力了吧。对，就是活动力度还蛮大的这次，所以就希望再接再厉吧。下次不要再搞 Pixel 10 Pro 那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垃圾了，好不好，宝宝？好不好？摸摸你啊，拜拜。